香槟塔在灯光下闪着金色的光。这里是海城最高的酒店，顶楼公寓。今晚是我的订婚晚宴。所有人都说我很幸运，未婚夫周越高大温和，事业成功。大家都说他是完美男人，我也这样以为。直到10分钟前，听见未婚夫要杀我。那时候，香槟塔刚刚摆好，顶楼公寓灯火明亮，落地窗外是整座海城的夜景。朋友们举着酒杯，音乐很轻，所有人都在祝福我们。他们说：“你们真般配。”我也曾经这样以为，直到我路过休息室，门没有关紧，我听见周越的声音，他的语气很冷，和平时完全不一样。他说：“律师确认了吗？”屋里另一个男人回答：“确认了，他已经签字。法律上，你们现在是夫妻。”周越沉默了1秒，然后轻轻说：“那就好。等午夜一过，他死了，沈家的全部资产就都是我的。”我的手突然开始发抖，屋里的人笑了。有人问：“你真舍得？”周越淡淡说：“我接近他3年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”我叫沈瑶，26岁，父亲3年前去世，留下沈氏集团，还有一份奇怪的遗嘱。律师当时说得很清楚：“沈小姐，您父亲的资产必须由您和配偶共同继承。如果您不结婚，资金将被冻结10年。”10年，公司早就垮了，所以我恋爱了，对象就是周越。他温柔、成熟、体贴，像完美男人。现在我才知道，我不是未婚妻，我是钥匙，打开30亿资产的钥匙。我慢慢回到大厅，周越正在和客人聊天，他看见我，笑得温柔。“沈瑶，你去哪儿了？”他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，我看着他，也笑了。“去接个电话。”他说：“马上要切蛋糕，今天是我们最重要的日子。”我点点头，是啊，很重要。他没有发现我的手在发抖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他今晚要杀我。11点50，音乐突然停了，周越走上舞台。各位朋友，今晚还有一个小游戏。人群开始鼓掌，有人笑着问：“什么游戏？”周越举起酒杯：“午夜游戏，灯一关，找到新娘，找到的人有奖励。”很多人笑，有人喊：“奖励是什么？”周越慢慢说：“现金2000万。”大厅一片哗然，有人大笑：“这游戏有意思。”我终于明白，今晚的客人不是朋友，是猎人，而我是猎物。午夜，灯光突然熄灭，广播响起，游戏开始。大厅瞬间乱了，有人开始奔跑，有人大笑。我立刻转身冲向走廊，高跟鞋很碍事，我直接脱掉，光脚跑。后面传来脚步声，有人喊：“新娘在那儿！”我冲进安全通道，往下跑，心跳像要炸开。我刚跑到26层，突然停住。楼梯口站着一个男人，是周越的朋友，他手里拿着一把刀。他笑着说：“找到你了。”我后退1步，他说：“别怕，我会很快。”他一步步走过来，就在他靠近时，我突然抓起灭火器，狠狠砸向他的头。砰！男人倒在地上，血流出来。我喘着气，第一次明白，如果我不动手，死的人就是我。
我刚跑出楼梯，走廊灯亮着，周越站在那里，像是在等我。他看着我，看了口气。你听见了？我没有说话，他慢慢走过来。其实，我不想这样。我冷笑。那你为什么做？他说：“30亿，换谁都会心动。”我盯着他，我们3年的感情呢？周越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彻底死心的话：“那只是成本。”周越掏出枪，结束吧。我转身就跑，子弹擦着墙壁飞过，我冲进电梯，疯狂按关门。门刚关上，子弹打在金属门上，电梯开始下降，我靠着墙，全身发抖。如果电梯打开，他一定在等我。电梯到了1楼，门慢慢打开，大厅一片安静。我刚走出去，身后传来脚步。周越，他还是追来了。他举起枪。沈瑶，别跑了。我慢慢后退，背后是落地窗，30层高。他说：“放心，我会说是意外。”我忽然笑了。周越皱眉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我轻声说：“你忘了一件事，这里有监控。”周越脸色一变，我按下墙上的按钮，大厅灯全部亮起，警笛声响起，大门被撞开，警察冲了进来。放下武器。周越愣住。你报警？我看着他。我在听见你说话后就报警了。整栋楼都被包围。警察把他按在地上，他还在看着我，像不敢相信。3天后，新闻铺天盖地，富豪订婚夜谋杀未婚妻，30亿遗产杀局。周越被抓，他的朋友也被抓。我坐在办公室，律师递给我一份文件。沈小姐，资产已经全部转到您名下。我点点头。窗外是海城的夜，灯火很亮。律师突然问：“您当时真的只是偶然听见吗？”我笑了笑，没有回答，因为我知道一件事：如果那天我没有路过那扇门，如果我没有听见那句话，现在死的人就是我。那天晚上，海城的风很大，吹散了订婚宴的花，也吹走了一个人的完美伪装。而我终于明白，有时候婚礼和猎场只差一扇门。